请问是谁？主人还会怕客人吗？开门吧。这是梁经纶同志，进来谈吧。梁教授，请过来坐。问题很快会向你们都说清楚，请坐吧。孟伟，不是姑爹生你气，那天木兰是你送出去的。你可以跟天赌气，跟地赌气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她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有没有危险？对我你总可以说吧。应该都在外文书店。谁跟谁都在外文书店？大哥小于木兰，就跟那个梁经纶在一起，是不是？现在还在一起？我没有进去。接到徐铁英的电话，说家里有急事找我，就回来了。行长，不能让他们跟梁经纶再待在一起了。你给何校长打个电话，让他出面，叫那个梁经纶离开那个外文书店。何副校长如果管这样的事，那就不是何副校长了。刚才在他的家里就听了他好一通的书生之见。能打这个电话，我还要你提醒啊。那让小嫂打行不行？老夫子喜欢他，也许能给这个面子。我来之前，你们一定在讨论一个问题：对方是不是共产党？是不是共产党，都无关紧要。方大队长知道，1个多月前，我坚持认为你就是共产党。可是我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建峰同志依然在重用你，理由很简单，真理只有一个。共产党现在在跟我们争天下。天下是什么？天下就是国家，国家就是土地加人民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因为国民党的腐败，在许多地方，我们失去了人民，因此也失去了土地。两党的军队在前方征城掠地，胜负已不在军事，而在政治。我还有你们，现在做的就是在国统区打击贪腐，要让人民有饭吃。就这一点，抛开两党之争，我们做的，就算你是共产党，也不会反对。那你们到底认为我是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刚才说了，是不是共产党，无关紧要。我是还是不是？萧玉啊，
孝玉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家的？木兰跟你在一块儿吗？你大哥呢？知道了，那你和木兰就好好在家里待着。我这就告诉你方叔叔，当然还有你谢叔叔，让他们俩放心。这事儿你也跟你爸爸商量商量，看看他的意见。好，有事再通电话，再见。木兰和孝宇已经回家了，说是学联的同学拿自行车送的。孟敖还在外文书店跟梁先生在一起。裴东，上来吧。党通局和保密局在1个月前做了调查，没有查出你有任何共党嫌疑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也没有发现你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。梁教授呢？他是不是共产党？直接摊牌之后，就是直接面对。曾可达望向了梁经纶，递过去一个无需顾忌的眼神。我是。说真话就好。那何孝玉是不是共产党？梁经纶突然明白了，方孟敖这一问才是他今天来此的要害。方孟敖要保护何孝玉，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反而慢慢坐下了。跟何孝玉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毕竟心中难受。他不是。那为什么你几次都让他来争取我？我没叫他争取你加入共产党。他是学联的进步学生，没有资格争取你加入共产党。我叫他争取你，是叫你支持学联追查贪腐。那就好。我还想再问一句，让何孝玉来争取我，是不是曾督察的安排？曾督察，你用了我1个月时间，也怀疑了我1个月，我能不能怀疑你一下？可以。梁教授是共产党，那你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当然不是，也不可能是。那他怎么可能就是呢？我这就回答你的问题。2位请起立。建峰同志最新指示：曾可达同志望即向方孟敖同志告知梁经纶同志之真实身份，转达2同志肩负之任务。梁经纶，原燕京大学经济系高材生，民国31年由经国辗转委托美国盟友，经何其仓先生出面推荐，保送至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。民国35年抗战胜利回国，为战后建国效力。今年4月加入铁血救国会，系本党先进青年、忠诚战士。即将执行之孔雀东南飞行动计划，方孟敖同志代号为焦仲卿，梁经纶同志代号为刘兰芝，望2同志精诚合作，推行平津地区之币制改革，挽救濒临崩溃之经济，打击恶劣之贪腐，救我苦难之同胞。蒋经国。不要再分析了。梁经纶不是共产党，是蒋经国的人。崔中实是共产党，死了，他们又派了一个假共产党来试探孟敖，现在把孝玉也牵进去了，加上一个木兰，我们家有3个人要毁在这个人的手里。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，学经济的，
一面带着不懂事的学生闹学潮，一面帮着国府经济顾问起草币制改革论证报告。那个报告我看了，根本不可能是共产党的观点，共产党也不会有这样的观点。共产党也可能正好利用他这个长处，掌握南京政府的核心经济机密。南京政府有什么核心机密啊？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尽人皆知。北平分行的账全在你姑爹的手上，要查账的不是共产党，是蒋经国的人。拖欠北平师生的粮食，今晚能不能引导？应该能。应该能。请徐老板出面，跟上海和天津再协调。今晚粮食再不运来，查他们的可能就是美国人了。那该给上海美国商行拨的300万拨过去没有啊？几家再凑，明天就能汇过去。为了我这个大儿子，我们北平分行尽力配合国防部调查组。明天是个坎儿，粮食发下去了，我向曾可达表态，币制改革我配合，就是一个条件，送孟敖出国，不能再拿他当枪使了。孟伟，爹，爹这样做是不是太偏心了？儿子从来没有这么认为。那好，爹今天就跟你表个态，什么币制改革也救不了这个中华民国。蒋总统的几百万军队也未必就打得过共产党。木兰、孝玉，还有你大哥，爹都会想办法尽快把他们送出去。最后一个送你。送我们出去？那您和程姨还有姑父呢8月3我抛下你们，自己去了重庆。今天我来还债，裴东，你看如何？行长的心我们都知道了，关键是眼下，既然行长认定那个梁经纶背景复杂，怎么能让孟敖、孝玉还有木兰不要再被他利用？只要孟敖答应去孝玉，这个事情就好办。今晚我就要小云去何副校长家里取提亲，但办的是木兰呐，被那个姓梁的给迷住了，叫他回来也不会回的。先送他走。孟伟，告诉徐铁英，明天发粮，你带队。可是这一下，他都在叫我管内勤，不一定会答应。你就说是我说的。你带队到了现场啊，要管好你北平警察局的人，千万不能再和学生起冲突了。记住，刚才我分析梁经纶的话，把他忘掉。这个人还有铁血救国会，我来对付，不要再招惹他们。叫你小妈上来吧。知道了。哎，小云呐，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啊？只有你这位经理夫人可以把我从床上叫下来接电话。哎，你说吧，叫我干什么？啊，小云呐，那这个事儿你就别掺和了，啊，那不停叫你现在就过来啊？哎呀，你不要说什么理由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跟他讲，这个时候
他这么晚了叫他的夫人来见我不合适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是不是？再见。小玉啊，你来一下。你要是愿意，就去我房间等我；不愿意，就去外文书店。我现在能去外文书店吗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要是愿意，就把梁先生房间的钥匙给我，我就在那儿等他。我怎么会有梁先生房间的钥匙？谢木兰，刚才我爸跟程一说话，你都听到了，那就是我爸。我是他女儿，梁先生是他的学生，何家是有家规的。那自由呢？革命呢？进步呢？玉儿，爸，来，过来，把凳子搬过来，坐到爸爸跟前来，坐近一点，就坐这儿。席前教子，膝前弄孙。这个位置，爸爸一直是给未来的外孙留的，今天不留了。坐下，你就坐这儿。爸，想问什么，你问就是。那爸爸就问你了。爸爸有一次问你，如果方梦敖和梁经纶都被抓了，而爸爸呢只能救一个，你希望爸爸救哪一个？你没有回答。后来玉儿，爸爸后悔了，我不该这样问你。您应该问，玉儿也应该回答你。有答案吗？有，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。不要，不好回答就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好回答。我希望您救梁经纶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离不开梁先生。那方梦敖呢？我去给他送饭。山下旌旗在望，山头鼓角相闻。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。早已森严壁垒，更加众志成城。
别睡了，起来吧。你明明知道我没睡，何必假装怜悯？上楼去吧，我爸在等你。何伯伯等我？是说梁先生的事儿吗？可能是吧。那你说，我是去还是不去？你是自由的，你自己决定。那你先走吧，别像你压着我似的。那你压着我。还是一起走吧。来，天上风吹云破，月照我们两个。问你去年时，为甚闭门深躲？谁躲谁躲？那是去年的我。谁写的？木兰回答：这谁不知道？是胡适先生写给他夫人的诗，典型的老臣子，旧文章，没有意思。哦，怎么就是老臣子旧文章？怎么就没有意思啊？不就是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嘛？何伯伯，你们哈佛留学回来的博士，都这么传统吗？好，还有批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胡适博士在文化上倡导反传统，但是他自己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，我们这一辈人大都这样，这跟留学不留学、博士不博士都没什么关系。木兰，何伯伯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是答对了，你们反什么传统，你何伯伯都支持，好不好？那您问吧，我们一定能回答你。好，你听着，我们的前面可能是一片黑暗，但是我们会坚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。我们对神喊出我们的呼声，只要我们去追求，我们就会胜利。我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。谁讲的？一个英国人。英国国王乔治6世的2战宣言。答对了。木兰，我再问你，这次你要答不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何伯伯可不帮你了。好，您问吧。这个乔治6世是怎么当上国王的？我知道。不要举手，你说。他的哥哥乔治5世爱上了一个女人，放弃了王位。这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温莎公爵，不爱江山爱美人。俗，你换一种说法。是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。我说不好了，何伯伯，还是你给我们讲讲吧。好，小玉你也听着。那个时候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，欧洲还处在暂时的和平时期。乔治5世为了追求爱情和自由，毅然放弃了王位，这很了不起。但是如果2战爆发了，他这样做，那就肯定不对了，因为他是国王，除了爱情自由，他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承担责任，是不是？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是不是富强，他的人民是不是幸福，首先要看领导这个国家的人。天下兴亡，
匹夫有责，保国者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。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，你们得不到应有的幸福，但是你们最起码应该有追求爱情的自由。小玉，如果你真的爱方梦敖，那就真心去爱，不要管其他的什么。木兰，如果你真的爱梁经纶，也真心去爱，也不要管别的事情。我坚决地支持你们，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。乱点鸳鸯谱，备车，我这就过去。何副校长说了，这是两个孩子自己的意愿，这叫自由恋爱，他不干涉，也希望你不要干涉。一个书呆子的话你也听啊！自己的得意门生，就在自己的身边搞间谍、玩政治，一点都不知道，成天什么民主自由，还自由恋爱，这不是把木兰往火坑里推吗？你去找何副校长，跟他好好谈孟敖和孝玉的事儿。我去见梁经纶。行长，你见了梁经纶说什么呀？北平的币制改革还搞不搞？要我这个行长配合，离我们家木兰远点儿。这应该可行。只是梁经纶跟孟敖在一起，你不方便去。你也是个呆子。给孟敖打电话，就说何副校长要见他。经纶同志，可达同志，你也走吧。经纶同志，时局维艰，组织永远在你背后。接受考验，好好跟方部庭谈。我当然是要接受考验了。现在我只希望你能留下来，一起跟方部庭谈。我能跟方部庭谈吗？那就请可达同志明确指示，我怎么跟方部庭谈？代表何副校长，跟他论证币制改革方案。到这时候啊，我还能代表何副校长？什么意思？何副校长是民主人士，我是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。方部庭现在知道你真实身份吗？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这个时候突然来见我，绝不是跟我谈什么币制改革。不管他跟你谈什么，你只跟他谈币制改革。经纶同志，我刚才说了，组织永远和你在一起。现在，我代表铁血救国会，重申建峰同志今年3月的指示。目前，
国民党已经彻底腐化，完全没有战斗能力，失去全国人民的拥护，而共产党赤化不适宜中国。中国的未来，应该属于我们有志气、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们。这些青年们一旦组织行动起来，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。团结好方梦敖，执行孔雀东南飞行动计划。那方梦敖要是真的有共产党背景，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。建峰同志的指示十分明确，用人要疑，疑人也要用，关键是用好。怎么用好？向建峰同志学习，不要儿女情长。梁经文同志，天降大任啊！作为同志，我只代表个人，也赠你一句话：匈奴不灭，何以家为？大丈夫何患无妻？你们辛苦了，要保证梁教授的安全。宋教授，学联的人都聚集在燕大图书馆，等梁教授去安排明天的事了。你们先去，注意一下，有没有共产党学委的人在操纵。梁教授暂时还过不去。明白。哎，严教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还有一些善后的事，要移交一下。哦。喂，我是赵老板。1刻钟前他从我这离开的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让他去那边。我以党性和人格保障，绝对没人让他回学校。我立刻查明，然后向老板报告。小赵。你把严教授交给接应的人了吗？交给了。交给谁了？他现在在燕大图书馆。不会吧？什么不会？严教授出了事儿，我先处理你。喂，我是严春明，我正在收拾善本书呢，有事请简短一些。严教授，我这里刚给你找到一本汉朝的善本书，叫什么《玉台新咏》，请你立刻过来拿。听明白了吗？立刻。刘老板。汉朝没有善本书，我就不过去了。
哎，您是干什么呀？啊，严教授打电话，说他的灯坏了，事务处叫我来修。哦，啊，您上去吧。哎，哎，注意点啊，上面是的书你得小心点。我知道。那人是小工吗？是小工，以前在我们宿舍修过灯。那个灯没坏，坏不坏我还不知道。过来看。公然违背上级的指示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负责任。负什么责任？负全部责任。什么全部责任？燕大学委我是负责人，梁敬仁直接是我领导。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出他是国民党特务的身份，一切严重的后果都要由我来面对。就凭你？我现在代表华北成工部和北平地下党，命令你立刻离开。这里的屁股组织来擦。我离开以后，你立刻从那个窗户出去，外面有人接应你。不用了，我不会走的。你说什么？在这里，我就是组织。明天各个大学发配给粮，局面只有我能控制。党员、学生、进步青年的安全我要负责。等过了明天，我再服从组织安排。明天你就会被捕，知道吗？你怎么执行组织的安排？那我就面对被捕。国民党的严刑你也能面对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会让他们抓住的。你能跑掉？不，我会举身负荆持。跟我绕玉台新营，有文化是吗？嗯？这跟文化没什么关系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，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什么暴烈行动？你怎么暴烈行动？谁教你暴力行动了？是我自己。老刘同志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张月英同志。我请你们向组织上说一下我的思想。明天只要能够安全地控制住局面，我就服从组织安排转移。如果出现被捕的情况，我就会立即结束自己的生路。国民党的牢，我不能去坐。我还犯了个错误，也向组织检讨。在你那里，我趁你不注意拿了把枪。
我还犯了个错误，也想组织检讨。在你那里，我趁你不注意拿了把枪。枪在哪里？交出来！不，我不能交。你敢？为了我不被捕，不泄露党的机密，那把枪就是我党性的保证。真的，没有什么敢不敢的。严志明同志，下级服从上级，请你把枪还给我。个人服从大局。老刘同志，不要再说了，你离开吧。不要找了，枪我锁在保险柜里了，很安全的。你放心，除了我，谁也拿不走。严志明同志，你这样做，知道党会怎样给你下结论吗？如果我死了，党组织理解呢，就算我是个烈士；如果不理解，就还把我当个教授好了。好，我指挥不了你，要张云云同志来好了。不把组织毁了，你是不会回头。老刘同志，你如果把张音乐同志给叫来，我现在就出去，向同学们公布梁景伦的真实身份。你要破坏中央的整个部署吗？不，我绝不。我要顾全大局，我才留下来要看着梁景伦。干什么？握什么手？老刘同志，我没有用过枪，请你教教我，摁哪几个机关，那子弹才能打出来？啊？书呆子。你真希望我被捕吗？燕大的书不是多吗？步兵教科书里都能查得到，自己查出去。剩下的还活不活了？哎，送那几家应该够了吧？够了，再揉今晚我们也蒸不出了。哦，那就醒15分钟就行了。是。
哎，你洗了手过来。是。坐我这儿吧，我去做馒头。哎，还醒15分钟呢，你们都坐下。猫刚才帮我干了那么多的活，小云也在这儿，我们就对唱一段正德皇帝的爱情戏给他听。老夫子啊，您喜欢京剧，孟敖平时可是不喜欢京剧的。不喜欢吗？只是平时不常听。人家没说不喜欢。那唱什么？就唱那个李凤姐。您还搭得上啊？我整段是唱不下来了，主要还是听你唱啊。就是，小妈你就唱吧，真的可好听了。那就从月儿弯弯开始。行。月儿弯弯照天下，问声君也，你哪里有家？大谢不必盘问，早为君的志在这天底下。君也做事理太差，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。好人家来待人我和了那么多面粉，你和木兰在家里蒸馒头吧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明天发人现场，你们也不要去。你跟梁先生谈了什么？你还一个字儿都没说呢。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，他说不是。那就好。我告诉他，你和木兰，一个是我的未婚妻，一个是我的表妹。以后学联的事情，你们就不要参与了。谁给你这样的权利？崔中石同志，你早点回去吧，照顾好自己，也照顾好木兰。萧玉，我记住了刚才里面的2句唱词：任你上天入地下，伪君赶你到天涯。你坐吧，咱们接着谈完。我现在不能坐了。您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无法回答，现在也没有时间回答。是共产党叫你去，还是曾可达叫你去？您不要猜了。刚才是何副校长的电话，您夫人打来的，叫您和我现在立刻过去。好吧，你既然不愿意正面回答我，我也不需要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。我只想让你明白，我已经盯上你了，只要不牵涉到我的家人，你干什么都不关我的事。一会儿到了何家见了木兰，希望你明确表态，除了师生关系，你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关系。不知道梁教授能不能做到？现在还不能。嗯？因为现在我还不能跟您一起去。明天要给北平各大院校的师生发粮，组织的不好，就会发生新的学潮。
到时候第一个为难的就是方大队长，您的儿子。学联的同学都在等我，您觉得我是否应该去防范于未然？既然你提到了，我就附带说一句：我的那个儿子可能斗不过你，可是他的背后还有我这个父亲。不信你就试试。我方不停不屑于涉足政治，才干了金融经济。记住我这句话，对你会有好处，对你们接下来推行的币制改革也会有好处。告诉你的上级，不要和我们方家过不去。我会在北平配合你们推行金圆券，协助你们推行币制改革。去吧。梁先生，进来。王本英走了？走了，出门就上了专车。严春明回来了。谁？回哪儿？严春明就在刚才，我亲眼看到回图书馆了。他找我了吗？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完。他没找，也没有什么情况。他进了图书馆就直接去了山本市。立刻返回图书馆，盯住他。杨先生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要保护你，不需要什么保护。立刻去吧。是。曾督察，徐铁英和王普臣来了。什么时候来的？9点1刻。一起来的还是分前后来的？一起来的。1辆车2辆车？是1辆车，徐铁英的车。程继承有动作。王副官，到。守了电台，我可能随时要向建峰同志汇报。是。明天发粮，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现场1个连，外围1个连，还有1个连随时机动。一定要记住，首先要保护好方大队长稽查队的安全。不管是警备司令部的，还是第4兵团、第11兵团的人，只要发现他们有任何不利于稽查队的举动，以国防部的名义一律当场逮捕。还有，对于共党分子，发现了在现场不能抓，到了外围听曾督察的，叫抓谁再抓谁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说完了。我们都签了字了。曾督察如果没有别的意见，也请签个字。陈总司令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执，我就不签字了。曾督察不签字，恐怕不合适吧？合适啊。徐局长兼着警备司令部的侦缉处长，王站长这块也归警备司令部管。
你们应该签字。我代表国防部，国防部不归警备司令部管。刚才开会你不在，陈总司令这个军令是报告过南京的。哪个南京啊？沏好了，曾督察，这杯就是您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统一贯彻领袖的思想啊？王站长，同属国防部，保密局也给你们发了新生活运动的手册。不抽烟做不到，喝白开水还做不到吗？王站长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我说的那话不是指你。你们该喝茶继续喝茶，该抽烟接着抽烟。茶杯里要不要加水啊？说签字的事吧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没有接到南京方面有关明天要抓人的指示。如能顾全大局，我也希望二位不要按照北平警备司令部的这份军令执行。当下最要紧的是稳定。我们当然希望稳定，可是共产党不让我们稳定。刚才接到的情报，共产党明天就会在领粮的现场鼓动新的学潮。王站长，情报是你那条线掌握的。好。严大失踪的那个严春明，今天又回到学校来了，现在他就在图书馆。很多北京学联的学生正陆续去了他那个山本市。从各种迹象上面分析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，这个严春明就是共产党学委在燕京大学的负责人。严春明在共产党学委是梁经纶的上级，他当然早就知道。从梁经纶那里得到的情报，严春明秘密去了天津，其实很可能是去了解放区，而且只是燕大学委的工作由梁经纶暂时负责，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有情报断定他是回来鼓动学潮的吗？没有，但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派他回来，那一定是有行动。什么行动？我们要准确的情报。准确的情报应该就是鼓动学潮。起武事件现在弄得我们已经很被动了，明天再来一次，就不是北平扛不住了，南京方面也会扛不住了。曾组长，国防部调查组的任务是反贪腐，但是根本任务呢，还是对付共产党在北平闹事嘛。反贪腐总不至于反倒被共党利用，亲痛仇快吧？徐局长这话我听不明白了。我们反贪腐，怎么就被共党利用了？怎么就亲痛仇快了？我的话难道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王站长，共产党7月6号的讲话文件，你们破获后上报了吗？那第一时间就上报了保密局，毛局长也即刻呈递给了总统。保密局有分析指示吗？应该有分析，但是没有具体指示。那我就传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做的具体指示。共产党在国统区点燃了火，已经撤退了。现在他们是隔岸观火，反而我们有些人想把这火烧得越来越大。我希望曾督察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。共产党的文件说得很明白，
他们要隐蔽精干，积蓄力量，把他们的党员都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。这个时候，他们会来鼓动学潮吗？而我们有些人唯恐学潮不起，为什么？说轻一点是为冤屈鱼，说重一点是以反共为名掩盖他们贪腐的罪行。建峰同志一再指示，在全国各大城市，我们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争取民心，安定后方，以利国军在全国战场和共党决战。坚决反贪是这个目的，明天安全发放粮食也是这个目的。我希望二位按照建峰同志的指示办，不要激化局面，不要抓人。徐局长，我说明白了吧？说得非常明白了。我的秘书，你们现在审问的怎么样了？我还没有接到审问孙秘书的指示。那现在还关着他干什么呀？孙朝忠同志，我们全国党员通讯局培养的优秀青年干部，他不会有任何贪腐问题吧？只不过是执行戡乱救国方针，杀了个共党分子崔中实。可现在呢，却被你们和马鞍山一起关在了西山监狱。现在真正的共党分子又出现了，可是曾督察却断言不会鼓动学潮。我们呢，也不能抓人。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如果真有这样的具体指示，那就请曾督察立即请示经国先生，请他亲自给我们下一道不能抓人的指令。或者你曾督察代表经国先生，在这个军令上做个批示，署上您的大名。否则，明天我们必须按照华北剿总的军令去办。喂，是曾教授吗？开会，10分钟以后再打。徐局长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，王站长，你也同意吗？我的意见就是和为贵。这是什么意见？麻烦曾督察请示一下经国局长，那个孙秘书是不是可以就先放了？至于那个共产党员严春明，我建议明天发粮的现场先不要抓，等他离开的时候秘密抓捕。徐局长也同意王站长这个意见吗？抓我的秘书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，放我的秘书难道还需要我同意吗？那就各自请示。我请示建峰同志，希望二位向陈总司令进言，明天最好不要闹出学潮。王副官到，送一件。是。我没有完成让严春明同志转移的指示，知其擅自返校，并拿走了我的枪支，明天恐因此导致流血牺牲，请求组织处分。我请岳云同志签署，立刻电报上级吧。现在是我负责，我就是你的上级。
如此严重失职的事件，你把我找来，就是为了让我在你写的电文上签字吗？我不想听你的解释。老刘同志，你这种指认个人、无视组织程序、直接越级的行为已经不是一次了。你还口口声声说严春明同志无视组织、无视纪律。把火柴拿来。是。自己点。不要再说什么检讨的事儿了，你直接说。接下来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严春明已经知道了梁经纶的真实情况，他是个不会掩饰的人，见了面，必然会被梁经纶察觉。梁经纶一旦察觉我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上级的整个部署就都毁了。我们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，不能让他跟梁经纶见面。现在你不觉得已经晚了？是晚了点。目前最正确的处置方法就是让梁经纶相信我们没有怀疑他。铁血救国会为了让梁经纶继续潜伏下去，为了让他两面作战，就不会抓捕严春明同志。前方战场的决战很快就会全面展开，接下来就是接管城市，百废待兴。我们需要多少人才？崔荣志同志牺牲了，我们失去了一个懂经济的优秀人才，所以严春明同志绝不能再出任何意外。马上派人到严大图书馆，看准时机，让学联的学生转交给梁经纶，然后马上离开。部长在。梁先生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何伯伯让我来的。我大爸来了，说不让我见你。何伯伯叫生气了，说我一定要来见你。那你就跟学联的同学待在一起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总学委给你的信。什么总学委？什么信？你看就是了，立刻看。
人呢？走了。你认识？我不认识。那他是怎么说的？就说是总局委的信，让我立刻交给你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总学委的信。别再跟着我了，快回家去吧。快走啊！北大、清华、师大，其他几个院校都有自己的发粮点。明天都给叫到这里来，怎么组织？怎么控制？那是国民党的安排，上级组织应该知道。上级有具体的指示吗？上级的指示就是让我回来，和你一起。利用燕大美国人的背景，一旦发生冲突，让我们出面和国民党当局对抗，不要让其他任何院校牵扯进来。怎么对抗？燕大学联的全部学生，我说了要牺牲燕大学联的学生了吗？你听清楚啊！我说跟国民党当局对抗。不包括任何一个学生，只是我和你。另外，你再联系一些美籍的教师，一旦发生冲突，我们就要挡在前面，要流血。第一是我，第二就是你。我们的流血会让其他的人不流血。梁经纶同志，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。现在前线战场上，每天都有无数的革命战士在流血牺牲。是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我们地下战线的知识分子党员，也要接受同样的考验。这要是组织的决定，我服从。那就做好准备吧。你现在就出去，向学委的同学们和学联的那些骨干传达，记住，一定要分头传达，不要交叉。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暴露自己。陈明同志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我要是发生流血情况，其他的同学还能够保持理智冷静，不发生激烈的对抗？把枪交出来。什么？严春明同志，我代表上级组织，要求你立刻把那支手枪交出来。梁经纶同志、严春明同志公然违反组织决定，擅自返校，并携有手枪。我们认为这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，严重违背中央76指示精神。特指示你代理燕大学委负责工作，
稳定学联，避免任何无谓牺牲。见字即向严春明同志出示，命他交出枪支，控制他的行动，保证他的安全。总学委，我要向上级解释。春明同志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我们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。枪先交给我，你人留在这儿，等上级有了新的指示，我再向你传达。春明同志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控制好明天的局面。只要明天不出事，我会以燕大学委支部的名义写一个报告，由您转交上级。我们燕大学委在您的领导下，只有为革命牺牲的精神，没有个人英雄主义。相信组织，相信我，注意自己的安全。粮出来了，你去报告队长。报告方大队长，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。辛苦。下了猪腰烤，这边还有烤。汇报去呀！打我啊！快点！哎呀，报告方大队长，这是1000吨粮食，这批啊，先运过来100吨，先让国防部稽查大队检查，然后再发到发粮站去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儿要请示方大队长，咱还有9波呢，是不是每次都得先运到这儿来检查呀？粮食你们运来的吗？是啊，我们民调委员会连夜从天津给调过来的。调粮单呢？
粮食你们运来的吗？是啊，我们民调委员会连夜从天津给调过来的。调粮单呢？调粮单呢？啊，人家北平分行调的粮食，咱哪有调粮单呢？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呀，调粮单在谢乡里那儿呢，我这就去找他去啊。哎，谢乡里啊，谢乡里，方大队长要看。你去警戒吧，好，不用陪着。是。有点清楚啊。请坐。这是调粮单，一共1000吨。怎么发放？北平各大院校和东北15000名学生各15-10斤，各院校的教授每人30-10斤，家属也是15-10斤。那北平的市民呢？北平100多万的市民就不管了吗？市民的15-10斤上个月已经发放了，这个月要等到15号发放。只有3天时间了，去哪里调这么多粮？这就是他们着急的地方。美国援助的粮船还停在公海上，南京政府逼迫中央银行凑钱，350万美金，大约明天就能补偿给美国的在华商行。你和我2个共产党员，在这个时候就为国民党做这些事情。是啊，从前都是我和钟石同志在干。他也说过同样的话。去年底，他曾向组织提出过，想去我们自己的边区银行工作。我真后悔当时没能向组织上争取。其实后悔也没用。他在北平分行的作用，比在哪儿都重要，无人替代。其中也包括只有他和我单线联系。是。他如果走了，就只有我跟你单线联系。他出头露面做的工作，就只有我接替了。为了养护我，我当然不会让他走。我需要他在前面替我挡子弹吗？我没这个意思。有没有这个意思不重要，客观上就是这样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共产党就是在和国民党打仗，争天下。可谁有想过，争得了这个天下怎么去做？一位中央领导就曾经说过，建立了新中国，我应该去人民银行做个副行长。这可是比你爹现在还高的位置啊！如果为了当官，27年的时候，您就不会继续干共产党了。今天见了梁经纶，都说了什么？我问的是不是共产党？他怎么说？他承认了。不是他自己承认的，曾可达来了，把他共产党学委的身份、铁血救国会的身份，都向我透露了，告诉我，他就是刘兰芝。看来他们要提前发行救援券了。
想没想过自己的处境？焦仲卿和刘兰芝会有什么处境？我和那个梁经纶，就是被他们推出来当子弹的。想知道党希望你怎么做吗？崔叔已经牺牲了，下一个有可能是我，也有可能是您。不管怎么样，见到崔叔有个交代就行。这不是党对你的希望。我传达主要精神吗？对于国民党内部这次所谓反腐败和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，其意图是想挽救他们全面崩溃的经济，挽回他们在国统区日益丧失的民心，以此在全国战场和我军展开决战。中央认为，这挽救不了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命运，也阻挡不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步伐。今天国统区各大城市都是明天新中国民族工业的中心，各大城市的人民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。为了保护各大城市民族工业的基础和人民的生存，凡隐蔽在国民党内参与这次所谓币制改革的我党同志，均不要抵触，给予配合，拭目以待，静候中央新的指示。我可以为了他们的币制改革运输民生物资。当然。那军用物资，中央现在同意我率领我的大队运输民生物资，可大战一起，他们就会命令我替傅作义的50万军队运输军用物资。那个时候，周副主席和毛主席还会同意吗？这个我还真没接到指示。不过以我个人的理解，他们应该早就考虑你提的问题了。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看法都跟我说说，我争取直接向周副主席汇报。什么都可以说吗？入党誓言里就有一条，对党忠诚。崔叔对党忠诚，为人厚道，他这2点我很敬重。他在临死之前还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，我也不是共产党员。我知道他在保护我，但是你们这么保护我，难道就为了我开几架飞机到解放区去？抗战第1年，国军没有飞机，8路军、新四军也没有飞机，但我们照样打。后来陈纳德建立了飞虎队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我们有了飞机，打得也很漂亮。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打，我们要救我们的民族。但是抗战胜利之后，很多人却迷失了航向，包括我的战友，代号老鹰的飞行员。在抗战的时候，打日本人的空军飞驼峰航舰，他从来不含糊。但胜利之后，他竟参与了国民党空军的走私。我当时想救他，但我心里明白，救了也没用，他已经废了。我说这么多，就是想说，光有飞机没用，重要的是开飞机的人。蒋经国已经看到这点了，所以他在冒险用我。我们的党能不能对我更信任一点？
我代表组织，也可以代表上级领导，明确地告诉你，党一直信任你。未必，你们也许信任我的人格，但是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的能力和判断。姑父，您在党内有着重要的位置，我想请问您一下，我们党和国民党最后的决战会在哪个战场？组织上想听听你的判断。我在笕桥航校的时候任主任教官，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程上面有一个科目，就是分析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会在什么地方。航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在46年呈上去的教学大纲上面分析说是在西北，也就是在延安。只有我在给学员上课的时候分析不是在西北，不在延安，而是另外3个战场。哪3个战场？东北战场、东南战场、华北战场。我首先说明一下，这个时候崔叔还没有发展过。我的这个分析一出来，航校的长官立刻停止了我所有的课程，认为我在胡说八道。今年6月份，我不愿意轰炸开封，本应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，但就应该在这个时间，蒋经国翻看了我的档案，看到了我的这份分析，所以才决定重用我。你能不能把这3大战场详细重点的说一下？尤其是华北战场，这牵涉到中央部署你的行动。东北战场决战的地点应该在辽沈，东南战场决战地点应该在徐蚌，华北战场不用说了，在平津，其中以华北战场最为重要。出关可以配合辽沈，南下可以会合徐蚌。如果我党决定先在东北或者在东南进行决战的话，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一定会同意我帮傅作义的军队运送军用物资，他的50万大军就会稳在平津，不让他出关，也不让他南下。看来组织不是组织，是我对你的关心太不够了。这些话当时你为什么不对钟氏同志说说？崔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直在跟我谈党的信仰，教我隐蔽，从来不跟我谈具体任务。让我怎么说？这是我的责任。你放心，孟骜，我一定把你的原话尽快汇报上去。其他的精神我看不用传达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按蒋经国说的去做。孟骜，共产党少不了你，铁血救国会也少不了你。姑父，你就不愿意再谈一谈肖玉和木兰的事了？小玉，我会找机会跟他谈，让他听你的。至于木兰，她不是党员，我也管不了她。想不想让我来管？你爹已经去管了。他怎么管？这也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的。
在我来的路上，你爹已经去找梁经纶了。他居然分析出梁经纶在我党的身份是伪装，怀疑他是蒋经国安插在何校长身边的人。我爹这个人的确精明、厉害，但他斗不过国民党那些人。上次救崔叔，他连徐铁营的秘书都斗不过。他不是梁经纶的对手，更不是铁血救国会的对手。你理解你爹呀，比其他人都深。顾凤，你赶快回去吧。我爹和梁经纶摊完牌之后，他一定想和您商量。您告诉他，不要再管我的事，也不要管木兰、孟伟的事，让他别和铁血救国会斗。他管不了，也斗不过。他现在最相信的人，就是你了。20年了，他对我坚信不疑。说句心里话，要说我这一生常对不起哪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你爹。这可是违背原则的话，不要再对第三个人讲了。姑父，您别这么想。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。以前我听崔叔的，以后我听您的，听党的。我走了。曾总察就要来了，我送您。跟在谢培东身后，方梦敖心里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散文《背影》。这个背影，到底是共产党，还是父亲？此时，已经跟血缘没有多大的关系了。曾督察来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。谢乡里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还有900吨粮食，今天晚上能运到吗？要是能从哪个军营调个汽车连来最好。那就不用调了，哪个军营的车装上粮食，都会运回自己那儿去。调车运粮的事儿，谢乡里你就不用管了。毕竟上了年纪，早点回去休息。见到方行长，请替我向他致意，就说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向他表示感谢。就听曾督察的吧。那运粮的事就麻烦你们了。曾督察的话我一定带到。用我的车送谢乡里回去。是，这样。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。刚才和徐铁英、王富成开了个碰头会，程继承下令要在发粮现场抓捕共产党。需要做什么？配合，然后进一步证实我不是共产党。不是那个意思。程继承下令要抓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梁经纶。刚得到消息，
共产党北平成工部做了一个新的决定，让梁金伦负责发粮现场学生的行动，控制局面。让他负责？为什么？共产党怀疑梁金伦了？现在无法判断。陈继承要抓梁金伦，可能是因为梁金伦有何其仓的背景，还有司徒雷登的背景。马上就要开展币制改革，我们求稳，可他们偏要求乱。关键现在不是抓人的时候。那怎么才能不让他们抓人？只要学生不闹事，徐铁英就没有理由抓人。还有，徐铁英通过党通局向总统提出了质疑，说抓了他的秘书却不抓共产党，他不能理解。那就冲我来了。现在真相只有孙秘书和马汉山知道，把他的秘书放了，马汉山放不放？把他们俩都放了，崔中实的案子怎么结？孟敖同志，不要再纠缠崔中实的死了。毕竟这件事情牵涉到你的父亲，背后还牵涉到孔纵，牵涉到党产，再纠缠会严重影响币制改革。这是建峰同志的意见，他委托我向你说清楚。那坚决反腐就变成一句口号了？不会是一句口号。当务之急是让他们收敛，配合我们推行币制改革。但这个账到时候一定会算。让我干什么直说吧。你现在就去把孙秘书放出来，让徐铁英在发粮现场不要抓梁金伦。放孙秘书可以，马汉山得一块放。抓马汉山是国防部下的文，放了他，南京方面不好交代。那个文就是陈继承、徐铁英和南京方面的人串通搞的。现在崔中实死了，以前陈继承贪了多少？徐铁英又是怎么想分的侯俊堂的股份？这些事情都攥在马汉山手里。明天发粮现场，他们如果看到马汉山出来了，也许还真就不敢闹事儿。要是敢闹事儿，我就让马汉山对付他们。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放人，王普臣那里我打电话。这件事情不先向金国先生报告？我去报告，我负全责。我去了。吃饭是头等大事，不着急，吃完再说。吃完了。你看，蒲臣好啊，本来两盒上等的虫草是给他补身子的，结果你看看这都给我，这是怕我晚上睡不着瞎寻思，攒足了精神好打麻将。这回好了，现在用不着了。不真的，让他们都端去吧。老站长，方大队长是来接您的，您跟他走，我叫人替你收拾东西。哎呀，没啥收拾的。哎，你不问问我带你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啊？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去死。哎，今天我受这一枪，就当还了老崔那一枪。只是方大队，如果看得起我，这一枪让我痛快点，别补第二枪啊。79的步枪，够痛快不？急救好，急救好。哎呀，如果再凑上几个人排成队，来个穿堂葫芦，一颗子弹就够了。哎呀，我这辈子消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没谁想要枪毙你，明早就要发粮了，
时间紧迫，我先带马局长到粮站，你随后派人把他东西送过来。好，别！方大队长，我刚才说了，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去死。如果你拉出去给我一枪，我现在就跟你走；如果还让我去发粮，对不起，你告诉那些人，就是我马汉山自裁了。不想背黑锅了？背黑锅算个屁呀！方大队长啊，军营一别，这几天这个曾可达什么也没告诉你？告诉我什么呀？看样是你是真不知道。我这么说吧，这个粮我肯定不能去发，听我一句劝，你也别去，让曾可达、薛铁英还有陈继承他们去发呗。方大队长，我下边要说的话啊，跟朴琛没关系。朴琛，你听了也别去追查，查了也没用。你把门关上。有最新的几个数据啊，你看看啊，现在是民国37年8月12日啊，就在3个小时前，也就是民国37年8月11日12点截止，啊，跟民国37年7月底的统计对比，多少天？11天。你看啊。国统区整个城市物价总指数已经上涨了90%呀！细算一下，7月底比抗战前，食物上涨了205万倍。那么这11天呢，已经涨到了390万倍。7月底住房上涨的是40.5万倍，11天。上涨了77万倍，衣物、鞋帽还有背心裤衩了啊。7月底呢，上涨的是343万倍，这11天已经涨到了652万倍。我看是652。方大队长啊，这些数字你应该听明白了吧？啊？老站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些数字是谁告诉你的？哎呀，不真的！你以为这几个人天天不睡觉，瞪着眼睛，咬着牙陪我打麻将，是冲着我曾经是他们老站长啊？啊？还不是盯着我兜里剩下那点美金？每天呐，我让这几个人拿着美金出去买东西，回来算一下和法币的汇率，那不就都出来了吗？看来他们选你当这个民调会主任，没选错人。没选错，哼，屁！也就是看我身边那几个女人都跑了，那个混账儿子我也不管了，这样呢就不会争着跟他们攒遗产罢了。方大队长啊，你是个干净人，听我一句劝啊，靠美国援助那点东西啊，根本盯不了几天，何况有些贼眼睛还死盯住美国那点援助。明天你把粮食发给学生和老师了，那后天你拿什么发给市民呢？方大队长，你呀，别记你父亲的仇了，他有办法让他跟美国人说一声，你也赶紧走吧。为什么不送你儿子去上学？哎呀，还不是让抗战胜利给闹的啊！那个时候我不当了这个宿迁委员会主任嘛，每天呢这手里金山银山的过，所以我身边那几个贱人呢，天天背着我，老
打，没几天都跑了。后来我拿了一笔钱，让儿子到香港去念大学，哎，2个月，钱花光了，一堂课没上。回来了，还管我要钱，说是谈了一个北大的女学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人家在那个前门饭店开了一个总统套，天天到八大胡同去叫人，还有人专门给他送大烟。所以我3月份登报了，正式宣布跟他脱离父子关系。我马汉山不要脸，党国还要形象呢。王大队长，我都说清楚了吧？都说清楚了，咱们走吧。你怎么还让我去啊？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吧，就当明天领粮食的学生都是你的孩子。我也配有那么多好孩子？只要你给他们发粮食，他们就都是你的孩子。我去。只是，方大队长，如果哪一天你还能想起我马汉山啊，你就替爹救救我那个傻儿子。你们先去吧，孙秘书交给我，我亲自送他去警察局。办我事儿，请说。找几个人，把马汉山的儿子找到，送南京去戒毒。没问题。我先送你们。好，走吧。这几天都是什么人在陪着老站长打牌的？每天2波，都是看押组的人，轮班陪着他。替老站长出去买东西的，也都是看押组的人吗？应该也是吧。看押组的人不能离开监狱，没人管吗？这就要问总务处了。站长，我去把总务主任叫来。先不用，你们在这等着。是。
号专线吗？建峰同志好，方某已经把马汉山领走了，朝中同志就在这里。是。建峰同志要和你说话。是我，建峰同志，我是孙朝忠。孙朝忠的真实身份，竟是铁血救国会潜伏在国民党全国党员通信局核心的人。这个身份，除了蒋经国，在铁血救国会内部，也只有王蒲臣一个人知道。孙朝忠杀崔忠时，系执行建峰同志的绝密预案，黑锅扣在了徐铁英头上，竟然瞒过了所有的人。被关到这里，王蒲臣除了保护他的安全，也没有跟他多说过一句话。铁血纪律，孙朝忠和建峰同志通话，王蒲臣当然要回避。是，建峰同志放心，朝忠明白。蒲臣同志，蒲臣同志，车子在外面准备好了，我送你回警察局。建峰同志有指示，为了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，明天在发粮现场必须严密监视共产党。北平站这边你负责，警察局那边我负责。走吧。好。在站长这儿就好。好吗？我立刻按条例处分，记大过一次。派人陪马汉山打牌，原是王蒲臣的安排，没想到看押组的人连这个空子也钻，公然私离监狱，拿马汉山的美金套购紧俏物资，以致马汉山足不出狱便知道了物价动荡。自己亲自掌管的核心部门都烂成了这样，王蒲臣也不知道该如何整顿了。原来还在琢磨如何睁眼闭眼，不再追究。可这三个人公然闯了禁区，悄悄地站在任何人都不许挨近的密室门外，发现了他和孙秘书从里面出来，这就犯了大忌。把这三个关到刚才孙秘书的那间牢房里，任何人不得接触。是，执行。站长，站长。报告。叫他们进来吧。是。主任，进来吧。是。挨打了没有啊？饿不饿？怎么不洗个澡来呀？感谢司令关心。在蒲臣那儿，怎么可能挨打呢？也是。洗澡恐怕来不及了，先安排任务吧。
好，开会。